东南亚最被国人误解、最被低估的旅游国家绝对是马来西亚。绝大多数人宁愿挤爆泰国、卷烂菲律宾，却完全不知道现在的马来西亚已经悄悄完成了全方位降维升级，成为了最适合中国人、性价比最高、体验最丝滑的东南亚旅行目的地。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现象？我们想出国散心、短途旅行的时候，永远被各种繁琐流程困住。想临时周末出逃，却要提前半个月办签证，准备一堆资料，担惊受怕被拒签。落地国外又要纠结换汇，怕汇率亏损，怕小摊不能付款，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担心安全问题，种种顾虑直接掐灭了大半旅行欲望。但今天我会用完整实测细节、真实行业数据、独家深度分析，彻底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2026年的马来西亚会成为中国人出国旅行的首选黑马。它不是靠单一景点出圈，而是靠签证、支付、文化、美食、海岛、安全、航线、国家战略8大维度全方位碾压所有东南亚竞品。看完这条视频，你会彻底推翻对马来西亚的固有认知，再也不用纠结出国去哪玩。很多人一直搞错了一件事儿，免签政策真正的价值根本不是帮你省下几百块的签证工本费，它真正颠覆的是普通人的出行决策逻辑。在2023年12月中马互免签证试行之前，去马来西亚从来都不是一场轻松的旅行，而是一件需要郑重其事、提前规划半个月的大事。那个时候，你要提前整理全套护照资料，认真填写签证申请表，漫长等待官方审核，全程还要悬着一颗心，害怕无故拒签，耽误行程。整套流程下来，最少需要预留1周时间，运气不好，审核延迟半个月都未必能搞定。就是这一点点繁琐的门槛，直接把绝大多数想临时散心、周末短途出游、即兴旅行的普通人全部拦在了国门之外。但马来西亚从根源上打破了这套桎梏，给了中国游客最极致的出行自由。2023年12月1日，中马两国率先启动互免签证试行政策，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可以享受30天免签入境的专属便利。到了2024年6月，两国官方官宣延长试行周期，持续稳住旅游市场热度，不让热度断层。真正的重磅升级在2025年4月16日，中马正式签署长期互免签证协定，敲定永久稳定的合作模式，不再是短期试行。同年7月17日，这份协定全面正式生效，中马双向免签彻底常态化，再也没有临时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一套层层递进、稳步落地的政策组合拳，效果直观到数据不会骗人。2026年1季度到访马来西亚的中国访客同比增长超过25%，单单春节1个月入境游客就达到了60万人次。在政策试行期间，马来西亚全网旅游搜索热度直接暴涨163%。早在2024年，中国游客就已经坐稳了马来西亚东盟外第一大客源国的位置，全年入境人次达到380万。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变化有多夸张吗？短短2年时间，马来西亚彻底撕掉了需要长期规划的出国目的地标签，完成了颠覆性蜕变。现在的马来西亚旅行已经从过去提前半个月筹备的出国大计，变成了刷到低价机票，随时收拾行李就能出发的周末短途散心。2026年是马来西亚官方旅游年，这场全球同步启动的文旅推广活动，政策福利会持续到2026年年底。目前游客免签入境后可停留时长不超过30天，每180天内累计停留时长不超过90天，完全足够大家深度游玩、短途度假。为了进一步降低入境门槛，提升游客体验，吉隆坡、槟城2大核心旅游机场已经全面启用绿色通道和 QR 码自动通关系统，不用排队人工审核，扫码最快6秒就能顺利入境，彻底告别冗长的排队等待。入境丝滑程度吊打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我一直说，旅行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风景，而是体验。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出国，不是国外景色不好看，而是太麻烦。这3个字扼杀了所有旅行欲望。马来西亚最懂中国游客的痛点，直接砍掉所有繁琐流程，把曾经被压抑的海量旅行需求彻底释放了出来。这也是它能够逆势出圈的第一张王牌。解决了出门难的问题，马来西亚又精准拿捏了第2个国人出国最大的痛点——跨境消费焦虑。我问大家，你们出国的时候，最让人抓狂、最影响心情的瞬间是景点不好看吗？绝对不是。真正让人焦虑的是落地之后的花钱恐慌，手里没有当地货币，不知道去哪里换现金，换少了不够用，换多了用不完亏汇率。
高端商场还好，最怕街边夜市、小吃摊，小众小店不支持刷卡，全程小心翼翼，不敢消费。好好的旅行，硬生生变成了处处受限的拘谨体验。这种无处不在的消费焦虑，会直接拉低整趟旅行的质感和幸福感。而马来西亚是整个东南亚第一个彻底根治中国游客跨境消费难题的国家，没有之一。现在不管是吉隆坡、槟城、亚庇这些热门旅游城市，还是机场、免税店、大型商圈、高端商场，甚至是街边咖啡店、夜市小吃摊、海岛小商铺，本地老百姓常去的菜市场，全覆盖支持中国人最熟悉的扫码支付。从底层的金融支付生态来看，马来西亚国家支付网络 PayNet 已经和支付宝、微信支付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依托本土成熟的 Do It Now QR 生态系统，覆盖了全国超过250万家商户。重点来了，大家完全不用麻烦下载任何本地 App， 不用重新注册账号、绑定信息，不用适配任何本地规则。你在国内日常怎么付款，在马来西亚就怎么付款。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自带扫码框，直接扫描当地通用的 Do It Now QR 码，就能1秒完成交易，全程无缝衔接，零学习成本。官方数据显示，这套支付体系的目标是到2025年，跨境扫码交易同比增长超过130%，彻底打通中外消费壁垒。后续的持续升级更是诚意拉满。2026年1月，马来西亚旅游局正式和微信支付签署独家战略合作协议，覆盖机场快铁、景区商圈、夜市小摊、民生小店的全场景消费。2026年4月，微信支付全面接入马来西亚 Do It Now QR 国家码，实现了100%的适配兼容。真实交易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5年国庆长假期间，微信支付在马来西亚的交易笔数、交易总金额同比直接暴涨3倍以上。早在2024年12月的假期高峰期，依托 Do It Now QR 完成的支付宝跨境交易，就让马来西亚本地商家的收入达到了前一年的6倍，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文旅经济，也便利了每一位游客。马来西亚旅游局局长曾经公开表示，旅行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景观堆砌，而是简单、热情、便捷的体验。依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打通的全场景扫码体系，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拥有顺畅、愉悦、无负担的旅行体验。PayNet 首席营销官也直言，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旅游，不仅方便了全球游客，更给马来西亚250万家中小微企业、家庭小商户打开了对接全球消费市场的大门。别的旅游国家永远在让游客适应本地规则，适配本地生活，而马来西亚主动放下姿态，全方位适配中国游客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这份双向奔赴的诚意，是绝大多数只会单向引流的国家根本比不了的。经常出国的朋友应该都清楚，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换汇麻烦，支付受限，全程需要携带大量现金，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但在马来西亚，你全程不需要换太多外币，只需要兑换200-300临机特应急即可。日常吃饭、购物、游玩，完全可以实现纯无现金出行，彻底抹平所有跨境消费焦虑，解决了出行和消费2大硬核痛点。马来西亚最让人惊艳，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优势，就是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质感。现在很多网红旅游目的地最大的通病就是高度同质化。不管去哪个网红城市，都是同款海景、同款网红街、同款流水线、特色小吃，逛2天就彻底审美疲劳，毫无记忆点。但马来西亚完全不一样，它是亚洲极少数完美融合中华文化、马来本土文化、印度文化3大主流文明的国家。3种文化共生共存，互不排斥，相互交融，碰撞出了独一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每一座城市、每一片区域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和体验。越逛越有味道，越深度游玩越能发现惊喜。吉隆坡就是体验这种多元文明碰撞的最佳舞台。短短几天的行程，你就能沉浸式体验华人、马来人、印度3大民族的文化、美食、建筑与生活氛围，实现1天穿越3大文明的极致旅行折叠体验。走在吉隆坡街头，这种强烈的时空穿越感扑面而来。磁场街作为吉隆坡最有岁月底蕴的唐人街，高悬的红灯笼，飘香的老式茶室，香火缭绕的庙宇，关帝庙、仙寺师爷庙静静伫立。传统信仰与中式烟火在这里延续100年，踏入这里的瞬间，你会恍惚以为身在国内老街，岁月都变得温柔缓慢，转身不过几公里，风格彻底切换。国家清真寺以独特的星形屋顶、极简几何立面，将马来伊斯兰文化的庄严静谧和现代建筑美学完美融合，气场高级又肃穆。
入内可以免费租借长袍，沉浸式感受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身心都会变得平和安宁。再往前走，又是完全不同的异域风情。黑风洞作为马来西亚顶级印度教圣地，入口宏伟的金色神像、治愈的彩虹阶梯，是吉隆坡标志性的风景名片。登顶之后，天然石灰岩洞穴搭配古老庙宇，氛围庄严又神秘，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不一样的人文故事。不远处的小印度街区更是氛围感拉满，色彩斑斓的传统拱门沿街排布，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独特的香料气息。随处可见的沙粒店、正宗咖喱餐厅，热闹又鲜活，满满的南亚风情扑面而来。一趟旅行，3种完全不同的人文体验，这种质感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为了让游客深度感受多元文化魅力，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官方规划了超过300场特色活动，涵盖传统节庆、特色美食、民俗表演、创意文旅体验4大板块，月月有活动，场场有特色，全方位展现亚洲魅力所在的核心底蕴。不止吉隆坡沙拉越的沙拉越文化村，更是被称作活着的民俗博物馆。这里完整还原了27支本土民族的生活风貌，原样复刻各族传统长屋，常态化上演伊班族、比达有族、米兰瑙族的特色民俗表演。不用走遍整片土地，就能沉浸式了解马来西亚本土族群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承，人文体验的丰富度直接拉满。我一直觉得，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走马观花打卡景点，而是沉浸式感受不同的人文烟火。别的国家一趟旅行只能感受一种地域风情，而来马来西亚一趟，相当于一次性打卡3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貌。这种超高性价比的旅行折叠体验，真的独一无二。说完人文，我们再聊所有人最关心的美食。判断一个旅行目的地值不值得深度游玩、反复复购，根本不用看网红景点，看当地美食就够了。网红景点可以人工打造、流量炒作，但沉淀数十年的平民美食是一个城市最真实、最无法造假的烟火底色。马来西亚的美食绝对是东南亚的天花板级别，而且是反向出圈，口碑碾压全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平价、地道、不宰客，种类丰富，兼容所有口味。不管你是爱吃清淡粤菜、重口酸辣、鲜香卤味，都能在这里找到适配的味道。很多人都听过槟城被誉为亚洲美食天花板，这绝对不是网红噱头，而是权威认证的硬核实力。2025年11月发布的米其林指南吉隆坡与槟城2026榜单中，一共有151家优质14入选，单单槟城一座城市就独占74家，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包含2家米其林1星高端餐厅，39家米其林入选14，33家必比登推介街头美食，高端精致料理和平价市井小吃双向封神。滨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也公开表示，这份亮眼榜单再次印证了槟城美食天堂的美誉，彰显了马来西亚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烟火气十足的炭火炒铁条街边小摊，到格调精致的高端品鉴餐厅，槟城和吉隆坡联手，稳稳坐稳了亚洲顶级美食目的地的位置。更难得的是，马来西亚拥有全东南亚最密集、最亲民的平民美食认证体系。全马必比登推届14总数已经增长到58家，全部是官方认证、品质在线、价格亲民的老店。这些被权威认证的美食，没有网红溢价，没有景区套路，全是本地人日常扎堆消费的地道味道。槟城最新增的必比登推介商户包括齿留香炒上条、美华茶室、西夫娘惹私房菜，每一家都是开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牌门店，味道正宗，性价比拉满。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曾经高度评价马来西亚的151家入选餐厅，勾勒出了一幅鲜活的风味画卷，展现了当地美食行业极致的活力与多元性。这些美食见证了马来西亚现代、自信、极具创新力的城市气质。依托多元文化的加持，马来西亚美食完美融合中式粤菜、闽南风味、马来本土特色、印度经典小吃，酸甜苦辣咸各种口味全覆盖。大家熟知的槟城虾面，原型就是福建先民的传统吃法，漂洋过海传到南洋后，完整保留了原味特色，本地人也称之为福建面，一口下去全是传承100年的烟火味道。除此之外，椰浆饭、沙爹串、印度煎饼、娘惹糕点，每一种特色美食背后都是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最打动普通游客的是这里的美食极致亲民，绝不套路。
对比国内很多网红景区，小吃动辄几十上百元，味道敷衍，流水线量产。马来西亚的街边老店坚守传统原味，哪怕游客暴涨，热度飙升，也不会随意涨价、偷工减料，不靠网红营销造势，只靠实打实的地道味道，留住一批又一批回头客。除了人文美食，马来西亚最被低估的就是它的海岛资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误区，觉得东南亚最美的海岛、最清澈的海水都在泰国和菲律宾，但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真正深度体验过沙巴仙本那的人都清楚，马来西亚的海岛水质、生态纯净度、自然保护力度完全不输任何网红海岛。更关键的是，它的静谧度、度假体验感远超绝大多数已经过度商业化、人满为患的网红海岛。仙本那从一座普通小渔村逆袭成为世界级潜水度假胜地，靠的就是无可替代的海底生态和极致纯净的海岛风光。这里的海水是通透到极致的玻璃海，澄澈见底，五彩斑斓的珊瑚礁成片生长，各类鱼群自由悠游，踏入海面的瞬间，就像闯入了梦幻的海底秘境。施巴丹岛的海底峭壁壮阔震撼，是潜水爱好者的终极圣地。马布岛的水上屋临水而建，推窗就是碧海蓝天，治愈感拉满。敦沙卡兰海洋公园保留着最原始纯粹的自然美景，每一处画面都能直接当壁纸仙本那的跳导游，是解锁海岛美景的最佳方式。马达金岛周边海域生态极其丰富，东侧是落差100米的珊瑚悬崖，西侧遍布成片彩色珊瑚，是海洋生物的天然天堂。邦邦岛以温顺的海龟闻名，运气好的话，在岸边浅水区浮潜就能偶遇成群海龟游动，体验感直接拉满。敦沙卡兰海洋公园的珍珠岛需要轻度登山登顶，但山顶的全景视野绝对不虚此行。放眼望去，整片海洋公园的碧海、绿岛、云海尽收眼底，壮阔程度堪称无敌。很多游客体验后都给出了超高评价。有人说这里的海水清澈到能清晰看见水下的鱼群、珊瑚和海星，坐在水屋阳台就能放空发呆，随时可以下海浮潜，自由又治愈。哪怕有人吐槽仙本那镇上配套一般，但完全不影响海岛本身的绝美风光。对比泰国海岛的热闹喧嚣、夜夜狂欢，马来西亚海岛最大的优势就是安静纯粹。泰国海岛更适合年轻人打卡蹦迪、夜市狂欢，嘈杂喧闹，人流密集，完全不适合休闲放松。而马来西亚海岛主打静谧治愈、安全舒适，没有喧闹的酒吧夜市，没有杂乱拥挤的人流，只有碧海蓝天、清风海浪，度假氛围极致纯粹。不管是带老人休闲散心，带孩子玩水看海，情侣小众蜜月，还是一个人独处放空，这里都能完美适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年龄段适配度假胜地。目前国内旅游平台推出的仙本那6天5晚纯玩行程，价格5589元起，包含水上屋住宿、全程出海浮潜、广州直飞航班、中文管家全程服务、全程零购物、无套路，超高的性价比和适配性，是很多单一风格网红海岛根本比不了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游客，尤其是独自出行的女生、带娃出行的家庭，出国旅行的第一优先级，从来不是风景有多惊艳，而是安不安全、友不友好、能不能安心游玩。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拥有碾压级优势，华人占比高，华语普及度广，民风温和包容，打造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极度友好的零障碍旅行环境。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密集、中华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城市。早在15世纪，中国航海家就抵达这片土地，数百年来，华人在这里扎根繁衍，传承文脉。现在去槟城、吉隆坡旅行，你完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哪怕一句英文都不会，也能全程畅通无阻沟通。吉隆坡的出租车司机、街边小店老板、商圈柜员，大量都是华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沟通毫无压力。有旅居博主分享过真实体验，走在吉隆坡街头，随处可见中文书籍、中文标识，甚至能看到孙燕姿、陈绮贞的中英文唱片，氛围感和国内几乎没有区别，陌生感直接归零。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一直坚守中华文化传承。1904年，马来西亚第一所新式现代化学校中华观音学堂在槟城正式创办。数百年来，当地华人坚持说中文，用简体字自筹资金兴办华文独立中学，坚守文化根脉，这也是中国游客来到这里会倍感亲切的核心原因。除了语言无障碍，马来西亚的安全氛围更是让人安心。
所有旅居和实测过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本地3大族群和谐共处，民风淳朴友善，没有任何排外情绪，对待中国游客热情又包容。小区安保严格负责，多重门尽守护居住安全，公共场合没有人大声喧哗肆意吵闹，整体氛围安静有序，文明礼貌。其中槟城更是公认的安全宜居城市。2008年，槟城作为马六甲海峡核心古城，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厚重的人文底蕴，和谐的社会氛围是其入选的核心底气。这种安全、包容、无隔阂的旅行环境，是无数游客愿意反复打卡、主动复购的核心隐性密码。有了免签政策，优质体验，绝美风光，密集的航线网络就是支撑马来西亚说走就走的最后一块拼图。免签让出国想去就能去变成可能，而加密的航线让出国随时能出发，彻底落地。最近2年，中马之间的航班持续加密，国内各大核心城市都开通了直飞航线，飞行时长短，航班选择多，机票价格亲民，出行成本直接拉到最低。马来西亚国际航空的中国市场布局近2年堪称迅猛。截至2026年7月，马航中国航线已经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深圳、长沙、香港、台北9大门户城市，每周稳定运营74个国际航班。2026年7月，马航全新开通深圳至吉隆坡、长沙至吉隆坡2条每日直飞航线，全部采用波音737-800客机直飞，每周新增2400多个客座席位，极大提升了中部、南部游客的出行便利性。马航航空业务首席执行官明确表示，长沙航线的开通是品牌深耕中国市场、覆盖中部客源的关键布局。航线的升级不止于此，2026年1季度，中马之间全新新增20条国际航线，每周增加95趟航班，跨境包机数量同步大幅提升，游客购票难度大幅降低。依托吉隆坡核心枢纽机场，游客可以顺畅中转东盟、南亚等多个国际目的地，出行辐射范围极广。更贴心的是，马航推出的大马中转随心飞产品，让符合中转条件的游客无需额外支付机票费用，仅缴纳少量税费，就能在同一行程内打卡马来西亚8大核心目的地之一，性价比直接拉满。目前国内多地都有便捷直飞线路，青岛、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可直飞吉隆坡，海口直飞亚庇，槟城、成都直飞槟城，昆明直飞舒邦。想去仙本那的朋友，从广州搭乘亚航直飞斗湖机场，无需中转，省时省力。从吉隆坡转机，还能轻松抵达兰卡威、热浪岛等热门度假海岛。这套密集完善的空中交通网络，意味着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出发，短短几个小时就能落地马来西亚。对比那些需要多次中转、机票昂贵、路途奔波的海外目的地，马来西亚真正实现了周末出国短途度假的自由，稳稳拿下东南亚出境游核心中转站的地位。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马来西亚的爆火从来不是偶然的网红流量，更不是一时的热度炒作，而是一场稳扎稳打、全方位落地的国家级长期战略布局。从移民局放宽入境政策、航空航线补贴升级到支付系统全面迭代、文旅服务规范化整改，马来西亚打出的是一套无短板的全方位组合拳。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全球启幕，官方定下清晰目标，吸引4700万国际游客，创造3290亿林吉特的旅游收入，折合人民币5642亿元。为了应对全球市场波动，规避风险，马来西亚直接将战略规划延长至2027年，保障文旅行业稳定持续发展，足见其深耕旅游市场的长期决心。2026年2月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入境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过30%，整体发展势头十分稳健。旅游、艺术与文化部副秘书长公开表示，虽然中东地区冲突会小幅影响国际航线流转，但马来西亚依托稳定的国内局势、优越的地理位置，精准承接了全球短途出境游红利，越来越多游客愿意选择距离近、安全性高、体验好的马来西亚作为出行目的地。而且马来西亚的市场布局极度清醒，极具层次感，从不单一依赖中国客源，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同步发力印度、中东、欧美、东南亚本土市场，搭建多元化游客结构，抗风险能力极强。此前中东危机导致288架次航班取消，88438个席位受影响，但该部分客源占比不足1%，对整体市场几乎没有冲击，整体运营极度稳定。为了持续激活文旅热度，2026年全年官方规划300多场特色活动，
覆盖华人农历新年、马来开斋节、印度屠妖节、雨林音乐节等多元节庆。月月有亮点，季季有主题，精准适配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游客的喜好。从和微信支付深度合作解决支付痛点，到机场升级自助通关系统解决入境难题，从加密航线降低出行门槛，到各州政府、文旅企业推出住宿、门票、套餐专属优惠，马来西亚把游客出行的每一个痛点、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到了极致。最后我想说，真正能留住游客、实现长期逆袭的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靠几个网红景点撑场面，而是靠极致顺滑的全流程体验，包容友好的人文氛围，持续迭代的服务能力。景点只能让人打卡一次，但贴心的服务、无门槛的出行、高性价比的体验，才能让人反复奔赴、主动推荐。看完这条视频，相信你已经彻底明白为什么2026年的马来西亚能稳坐东南亚旅游天花板的位置。如果你正在纠结出国去哪儿玩，想找一个省心、安全、性价比高、全年龄段适配的目的地，马来西亚绝对是你的最优解。觉得这条全网最全的马来西亚深度解析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分享给你想一起出国旅行的朋友。还没有关注我的，赶紧点击订阅，后续持续给大家拆解全球优质旅行目的地、实测避坑攻略、高性价比出行方案。我们下期再见。